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50岁左右的女人不建议穿这5种裤子，不是显胖、显腿短，就是廉价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相比起裙装，许多姐妹过了50岁，在日常穿搭中更偏爱裤装的实穿与舒适。然而，裤子虽然百搭，却也最容易踩雷。选对了，得体利落；选错了，不但拉低整体气质，还会让人显得油腻老气。尤其是下面这5种裤子，会直接拉低你的造型档次，看起来油腻又土气。50岁女人一定别穿这5种裤子。第一种，沉闷的黑色棒棒裤，油腻显腿粗。走在路上，或者是看那些爱跳广场舞的阿姨，基本上大部分的女人都穿着棒棒裤。可黑色系的棒棒裤正是很多50岁女人显老的原因，因为黑色系的棒棒裤太老土了，结合上束缚性强的版型，看起来油腻又显腿粗。更关键的是，棒棒裤满大街都是，很多女人为了图方便就会穿它，早就已经烂大街了。第二种，肥大的百慕大短裤，显矮又显胖，一到夏天就被各式各样的短裤刷屏了。可对于50岁女人，短裤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，尤其是百慕大短裤。很多女人之所以选择百慕大短裤，就是因为肥大的裤腿大腿上的赘肉。不过百慕大短裤的长度距离膝盖5到10厘米，很容易缩短你的腿部比例。如果你属于微胖身材，穿百慕大短裤不仅显腿短，还会显得更加臃肿显胖。第三种，花里胡哨的樱花裤子，廉价感十足。当然，花里胡哨的裤子也是很多大龄女人容易踩中的雷区。要知道，衣服并不是越花越好看，相反，简单的配色才能突出高级感。而花里胡哨的裤子最大的弊端，就在于太浮夸的颜色，以及密集度太高的印花元素时，会让你的造型看起来杂乱又廉价，太俗气了。第四种，拖地长度的裤子，拖沓感太强了。裤子的长度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9分裤怎么穿都不会出错。可拖地长度的裤子，50岁女人就不要再轻易尝试了。拖地的长度总能给人一种显腿长的错觉，但其实这种裤子只适合身材高挑的女性，小个子穿上身就会让你的造型显得拖沓又累赘，看起来很无形。第5种，面料软塌薄无形的裤子，廉价又俗气。裤子的面料更是影响质感的关键。如果选择了面料软塌薄而无形的裤子，就会让你的穿搭看起来显得廉价感十足。图上我们做了一个对比，面料软塌的裤子很容易起褶皱，在视觉上就会给人一种俗气感，很掉档次。50岁女人衣柜中一定不能少的裤子，看看你有吗？推荐裤子1，束脚设计加直筒裤腿的长裤，适合小粗腿。很多女人过了50岁之后，身材就会有发福的情况，这时候一款直筒裤腿的束脚裤就是绝佳的选择。选择一条略宽松一些的直筒裤腿，配合上束脚的设计，可以让你的裤腿立体感更强，不仅能藏起腿上的肉肉，还可以通过束脚的设计突出纤细的脚踝，避免了利落感，又进一步的收缩了视线。推荐裤子2，纹理感强加锥形裤腿的裤子，梨形身材别错过。50岁女人与其选择那些软塌无形的裤子，倒不如试试纹理感强且选用了锥形裤腿的款式。像是图上的这种带有纵向纹理的锥形裤，就可以在视觉上起到拉长的效果，同时配合上宽下窄的锥子型裤，还能够很好的修饰臀部，
很适合胯宽的梨形身材。推荐裤子3，齐踝长度加高垂感材质的裤子，拉长腿型不拖沓。比起拖地的长度，齐踝的长度可塑性会更强。齐踝的长度可以将你的腿部比例拉长，但又不会太拖沓。推荐大家都选高垂感的材质，加强裤腿的飘逸感，会让你的造型看起来更加洋气好看，慵懒感十足。推荐裤子4，中缝设计加9分长度的裤子，利落又显腿细。小个子女人一定别错过一条9分裤，利落的裤腿可以避免压个子的情况。而今年夏天就可以换成加入了中缝设计的西装9分裤，中缝设计的线条直上直下，可以帮助你拉长视线，不仅修饰了腿型，还能穿出更显腿长的效果，利落又显腿细。3，女人过了50岁，裤子穿搭运用这些技巧更加分。技巧1，尝试叠穿或者套装，打造新潮高级穿搭。方案1，裙裤叠穿，既优雅又新潮。裤子要想穿得更新潮，那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叠穿的方法，例如选择一条直筒裙搭配直筒裤。像图上的这种穿法，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。宽松有度的直筒裙搭配上线条立体的直筒裤，一点都不会显得拖沓，反而还能够加强层次感，降低了裤子的撞衫率。同时这种穿法对身材也有着极好的修饰效果，很适合体型发福的微胖身材，超显瘦。方案2，西装与烟管裤套装，选米白色更得体。而更高级一些的穿法就是直接用套装来搭配。50岁的女人要想显得更知性一些，那就可以尝试一下西装与烟管裤的套装。不过夏天一定要远离那种黑色西装套装，会显得太沉闷了，可以换成米白色的款式，能够降低西装套装太古板的气息，同时又提升了亮度，时尚度更高。技巧2，鞋子搭配高跟或者平底，要看风格怎么选。风格1，优雅精致风穿搭，高跟鞋配裤子。想要穿出百变的风格，那在鞋子的搭配上就得用些小心思，像是高跟鞋和鞋子的搭配，就可以让你的穿搭显得更加优雅精致，很适合出席正式的场合。高跟鞋还能支撑起下坠的裤腿，因此搭配上齐踝长度的裤子，时尚度会更高。风格2，休闲减龄穿搭，平底鞋配裤子。而日常出门穿，那就要多选平底设计的鞋子，可以极大的满足舒适感，看起来也会显得更气质好看。像是平底凉鞋和裤子搭配，露出脚背就会显得更有夏日氛围。而平底小白鞋搭配9分裤露出脚踝，也能够穿出活力感满满的造型。4，中年女人穿裤子就选这4种颜色，高级减龄又时髦。1，黑色。黑色裤子的好处很明显，那就是能让胯宽腿粗这些地方看起来收一些，帮着把身材不太好的地方藏一藏。它跟什么颜色的上衣都能搭，尤其是亮色的上衣配着，效果更突出，一年四季穿都合适。想穿出高级感也不难，姐妹们可以配个缎面或者真丝的上衣，这样就能有那种法式的优雅感觉了。要是觉得下半身穿黑色有点闷，上半身可以选那种有点露肤的设计，比如 V 领的上衣，或者穿9分裤露出脚踝，这样能显得轻快些。也可以试试不同材质的搭配，像黑色西装裤配棉麻上衣，整体就很休闲随意。黑色西装裤搭配上雪纺衫，上班穿就显得干练十足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
就是尽量别全身都穿黑色的，即使是搭一双浅色的鞋子，像米色凉鞋或者白色帆布鞋，也能让整体感觉不那么压抑。2. 灰色。灰色是介于黑色和白色之间的一种颜色，本身就自带一种高级感，而且还是不张扬的那种。不同深浅的灰色会给人不一样的感觉，像浅灰色的看着比较柔和，穿在身上没那么有压迫感，深灰色的又偏沉稳，看着会更扎实一些。平时穿灰色裤子，可以采取同色但不同深浅的搭配，比如一条深灰色裤子搭配浅灰色上衣，就能穿出那种高级的层次感，看着也协调。要是想让造型更有亮点，那你就可以加些亮色的配饰，比如红色或者橙色的丝巾、包包之类的，能让整体看着不那么单调。或者用其他基础色来和灰色裤子搭。你看这套黑色 T 恤加灰色卫裤，颜色上不冲突，显得整个人就是长长的一条，看着就很舒适。以及灰色裤子配白色衬衫也不错，清爽干净又利落，日常通勤都适合这样穿。3. 卡其色裤子。卡其色是那种有点像浅棕又带点黄的颜色，给我的观感就是很温和低调，穿在身上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扎眼。我觉得卡其色的裤子有一种无形的减龄感，看着不沉闷，能够帮助咱们消去一些显老的感觉，而且也很百搭，不管什么风格的上衣基本都能搭。平时穿的话，卡其色裤子配白色上衣就很合适，看着干净又舒服。要是想有点变化，配浅蓝色的衬衫也不错，透着点轻松的感觉。配浅灰色 T 恤也挺好，整体颜色就偏向柔和，看着顺眼的。要是觉得整体太素，咱就再加条黑色系的腰带，能让裤子看着更有型，也能划分开上下身的比例。有时候在上半身搭件浅棕色的短袖也可以，同色系看着更统一，一点也不会显得杂乱。4. 藏蓝色。藏蓝色是一种特别实用的颜色，作为冷色调它自带显白的效果，像我们这种黄皮肤的姐妹穿，也能显得肤色和气色好一些。而且它和黑色一样具有显瘦的作用，但又比黑色看着更温润，不会有那种沉重感，平时穿看着很随意。要是在正式场合搭配西装外套，又能显出专业的样子。藏蓝色裤子配白色上衣是很经典的组合，看着清爽利落，怎么穿都不会出错。想穿出不一样的感觉，又可以试试搭配格纹或条纹上衣，能营造出英伦复古的风格。配饰方面，我觉得姐妹们可以多选金色的首饰，比如细项链或耳环，就能让整体造型更精致些。总之，不管是日常穿还是应对正式场景，藏蓝色都能帮咱们驾驭住，搭配起来也不用费太多心思，简单组合就能穿出舒服又得体的样子。5. 同一件衣服搭配不同下装，效果真的不一样，看10组对比太惊人。为了防止很多姐妹会误以为穿搭核心出装是脸，我们本期直接不看脸，单独来看服装。同一件衣服，不同的搭配到底有什么区别？1. 基础 T 恤、短裤与长裤。首先，我们来聊聊夏天最常见也最实穿的单品 T 恤。别急着嫌它普通，其实只要稍作调整，就能穿出截然不同的气质与风格。将 T 恤的衣摆稍微扎进裤头，不仅能立刻拉长身形比例，让整体更显利落挺拔，搭配一条简约的短裤，轻松就能营造出一种自在清爽的休闲氛围。
无论是周末出游还是日常通勤，都非常合适。而若是将短裤换成一条工装风格的速干长裤，整体氛围立刻转变，从慵懒休闲过渡到充满机能感的户外风，不仅增加了层次感，也更具实用性与时尚感。2. 防晒衣、工装裤、短裙、休闲裤。现在的人喜欢把防晒做得很严实，日常搭配工装速干裤是最多的，但是这样也格外同质化。如果你把裤子换成裙子，气质立刻就从那种硬核防晒变得俏丽灵动，一下就摆脱了路人感。这时候如果是再搭配一双运动鞋或马丁靴，日常出街、郊游拍照都将会更出片。3. 衬衫、A 字裙、牛仔裤。几乎每个人衣柜里都会有一件衬衫，可以说衬衫是最百搭的单品，但是搭配不同的夏装，气质也是千差万别。如果穿最基础的西裤，整个人会很死板，所以可以用牛仔裤代替。衬衫配裤子看着是干练，配裙子又会变得柔和很多，可以搭配 A 字，遮胯显瘦最实在。4. 卫衣、单穿、叠穿。四季中服装使用率最高的除了 T 恤就是卫衣。很多人穿卫衣觉得土，是卫衣宽宽大大平铺上去，确实显得上身肥大，整个人拖沓显矮。所以相比夏装，叠穿是最容易改头换面的，可以在里面叠穿衬衫、T 恤露出边边，增加整体丰富度，或者外面搭配一条小丝巾，起点缀作用。再戴一顶帽子，比如鸭舌帽或者渔夫帽，能够增加整体活力感，人就不会那么扁平。核心改造思路，这3点是关键。最常见的几件日常穿搭的单品搭配看完了，可见不同的穿搭效果确实是差异很大的。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搭配了。1. 色彩提升协调度。很多人的衣服穿得不好看，最明显的就是配色问题。在不做什么特殊搭配的情况下，色彩首先要有明暗对比，这样才有层次感。可以将上下单品区分开来。第一步，突出身材比例。上衣的色彩最好是比下装暗，因为上衣接近面部，其实起到了一个打光的效果。上衣的明亮度严重影响面部光泽，太暗的色彩会显得人面色无光，而且亮色放上面，看着亮感会更协调。上暗下浅，容易显得头重脚轻。然后是比例的问题，饱和度偏高偏亮的单品容易显得花里胡哨，所以鲜艳的彩色最好亮感小一点，比如放在鞋子、包包上作为点缀，而不是大面积平铺。搭配的时候避免花哨，配色不要太跳。比如这张图，1和2都是拖鞋加短裤加衬衫加吊带。为什么2好看呢？就是因为1的色彩太跳了，3种颜色反差大，看着太过凌乱。而2的搭配虽然也是多种颜色，但是它在同一色系里，看着就会很和谐。2. 配饰改风格。穿搭的最高境界是不换单品，光靠配饰就能改变形象。腰带打破平面感，比如当服装整体色调过于统一，缺乏视觉层次时，可增加一点配饰来打破平面感。一条对比色腰带能横向分割身形比例，或一个斜挎包的肩带可形成对角线切割，打破平铺的单调。帽子强化风格，还有就是有些衣服本身是比较闲适的，穿上身会显得过于松垮无形，那么这时候选择一顶帽子就能强化风格，使之松而不散，从松弛变活力。3. 比例协调。穿衣服一定要讲究松紧对照，这样看着身材比例才协调，但是不能走极端，太松太紧都会显得身材比例不好。
可以在下松的时候选择正肩服贴修身的上衣，而上松的时候，下装选择直筒版型，避免太紧的裤子显得腿型不好。穿衣的时候一定要展示出腰线，但是腰线也不是越高越高，有些人的腰线过于高就会显得上身局促壮硕。最佳的腰线是在肋骨最下方腰有个月牙形的位置，这样最大化拉长了腿型，也不会显得上身太过短而扭曲。穿搭的重点在于搭，所以衣服并不是越时髦越好，因为越独特的衣服可搭配性就越低。选衣服的时候就要选那种偏基础有型的款式，这样无论搭配什么单品都适配。那我们来看看夏天常见的单品要如何选择吧。1. T 恤选择正肩不过胯。现在市面上的衣服要么非常肥大，要么非常小，太大的对搭配要求高，随便穿看着胖10斤且显矮，而太小的不必说，穿上都费劲。那么最好的 T 恤版型是选择正肩，但是长度不超过胯部的款式，这样你放出来穿不显得拖沓，扎起来穿，下面那一块也不会因为放到腰间而捂着热。2. 长裤选择直筒副脚背。裤子的流行也是个谜，前些年流行小脚裤、阔腿裤，今年流行起了弯刀裤。这些裤子乍一看时髦，其实都不友好。普通人选择长裤的话，一定要选择直筒版型，不受潮流的影响，最显瘦显高。3. 裙子选择 A 字不过踝。裙子太短不方便，太长又拖沓，显得人很矮，所以最佳的裙子长度其实是到小腿肚，刚好把腿部最弯曲的地方遮住，又不会因为太长而影响步伐，这样的长度最方便，所以穿的几率也会更大。不管是出去逛街游玩还是通勤都适宜。年龄越大，对购买服装的热情就越低，对服装版型要求就越高。一件衣服越是基础贴合，身材利用率才越高，才不会衣柜里堆积如山，换季却没有衣服穿。所以尽量买一些简洁大方的款式，搭配的时候可以通过不同组合来改变穿搭效果，实行长期主义，避免浪费。穿衣打扮从来不只是外在的修饰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。对于50岁左右的女性而言，真正的优雅从来不是靠昂贵的品牌或刻意的装扮堆砌出来的，而是在了解自己、尊重自己之后，从容选择适合自身气质与体态的衣着。在这个年龄阶段，我们不再盲目跟风，也不再为迎合他人的眼光而委屈自己，我们开始懂得用合宜的版型修饰身形，用得体的配色展现气质，用简约高级的搭配穿出从内而外的自信与笃定。每一条裤子的选择，每一次穿搭的用心，都是对自己的温柔对待。愿我们每位女性在岁月的沉淀中，愈发活出自己最舒展、最自在也最美的模样，让穿搭不仅是美的表现，更是力量的延伸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